这个皇上有2个妃子，一个于妃，长得美艳动人，却十分善妒；另一个刘妃，端庄温婉，已经为皇上身怀6甲。刘妃走来时，皇上恍惚中看到她抱着一个小皇子，这让皇上预感到刘妃怀的可能是个儿子，便送给她一块象征皇权的玉佩，说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。这让于妃很是不满，但表面上仍不动声色。待皇上走后，就趁刘妃不注意，用脚把她绊倒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你没事吧？这一脚直接让刘妃见了红。宣太医，快点宣太医！此时的宫中顿时乱作一团。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刘妃最终还是动了胎气。此时偌大的宫殿中，只有刘妃撕心裂肺的叫喊声。数个时辰过后，刘妃也终于不负众望，顺利的生下了一名小皇子。此时的宫殿之中可谓是喜气洋洋。然此时的玉妃这边就没那么欢快了。刘妃本就盛宠不断，现在又诞一名小皇子，这样一来自己的位置岂不是岌岌可危吗？就在这时，身旁的小太监给他出了个主意。娘娘先别不敢气，如今皇上不在宫内，娘娘可以……但在这后宫之中，向来都不缺少演戏。不好了，娘娘！哎呀！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叶公公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娘娘，于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，那个方人向于妃娘娘献计，准备要来害小殿下。为了保护小皇子的周全，刘妃最终含泪决定让叶公公带着小皇子逃出皇宫，还把出生前皇上赐给小皇子的玉佩交给了他，同时又临时给小皇子取了一个名字。本宫帮他取名为李温。李温，我在你背上赐一个温字，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，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，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。很快，玉妃就带着众人闯入了他的寝宫，让他交出孩子。孩子呢？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。见不到孩子的玉妃当即就怒不可遏，不仅给了刘妃一巴掌，且还把她推向了铜炉上。刘妃自知斗不过他，当即便一头又撞向铜炉自杀了。方姑，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，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？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，就说是天祸审刘妃的寝宫，来个死对阵。心机女玉妃也是说干就干，当即就命人放火将刘妃的寝宫给烧为灰烬。启禀皇上，宫中出大事了！何事惊慌？宫中传来消息，说后宫失火了。皇上闻讯立马就回到了宫中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才出去1天，爱妃就会遭遇如此不测。此时的皇上痛苦难堪。爱妃啊，你在哪里啊？爱妃！此时玉妃才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，更是装模作样地安慰着皇上。方公公也很是配合地替玉妃解释，两人的一唱一和很快便忽悠住了皇上。不过他们虽然瞒过了皇上，却瞒不了刘妃的哥哥刘将军。而就在此时，刘妃的丫鬟春兰正好被士兵抓到押了上来。玉妃见状，当即就变得惊慌失措起来。说，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，自己逃了出去，害得娘娘枉死？方公公，把他拉出去斩了！是。慢着，皇上，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，春兰可能知道一二，何不好好审问？有朕在此，你不妨直说。春兰随即便跪倒在地，哭哭啼啼地将玉妃的罪行全都告诉了皇上，再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皇上一怒之下就下令将玉妃和她的随身太监全部打入大牢等候发落。而此时的叶公公正抱着孩子在艰难前行，此时他的梦想便是平安无事，怎料追杀他们的杀手们可不这样想，杀手们很快就追了上来。这是叶公公？什么叶公公？我不是。于妃娘娘就是被你们这帮人害死的，今天来就是要为于妃娘娘报仇。叶公公虽然不会武功，但凭借着自己灵活的身法躲过数次攻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位大侠突然降临，没用几招他便将杀手们全都击退。他本可以将杀手们全都灭口，可却因一时心软放过了他们。怎料不讲武德的杀手又飞出了一枚飞镖向小皇子刺去。叶公公为了保住小皇子的性命，当即就以身挡下了飞镖。这时无名大侠才一脚把剑踢向了黑衣人。
医生，拜托你一定要抚养他，照顾他成人。可是我，医生，求求你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。叶公公把孩子托付给了大侠，但他并没有说出小皇子的真实身份，只是告诉他这个孩子是平凡中的贵人，说自己是这个孩子家的仆人，拜托他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。同时又从身上拿出了皇上送给小皇子的玉佩，等孩子长大成人以后，要让他凭这个信物认祖归宗。随后无名大侠便将小皇子带回了家中。此时男人的妻子问道：哦，对了，那个娃娃叫什么呀？还没来得及问清楚，他就死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相公，不如你给他起个名字吧。平凡中的贵人，我们就叫他平贵吧。平贵，这个名字还真不错呢。薛平贵，这上门提亲的公子，他们不是胸无点墨，就是纨绔成性。这种人，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？那是当然了。整个长安城内啊，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3000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，美若天仙，谁不想娶啊？别贫嘴了。此时相府的3位千金正在寺庙里进香，然而此时的三小姐刚磕完头起身就开始了晕头转向，因此三小姐在方丈的建议下，只好先去厢房先行休息。然而此时的王宝钏丝毫不知道自己即将被亲人所害。回到厢房后，丫鬟表示三小姐已经拒绝太多相府少爷了，她想要知道小姐到底想要找个怎样的夫君。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，他们不是胸无点墨，就是纨绔成性。这种人，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？那是当然了。整个长安城内啊，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3000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，美若天仙，谁不想娶啊？别贫嘴了。说着说着，三小姐就突然头晕，接着她就进入了梦乡。梦里的她正在摘花之时，突然一条金龙一飞冲天，金灿灿的神龙突然又变成了头戴皇冠的天子。此时的天子笑眯眯地为她递上了鲜花。你已经走了18步了，走了18步才回头。我走了18步。说完，天子便又化身神龙一飞冲天，再次奔向了王宝钏。此时的他也因此被吓醒，在他醒后便和2位姐姐打算一同回府。在当他们行至一片树林时，几个蒙面人突然出现，劫走了三小姐。此时看到2姐夫妇图谋不轨的眼神，就可断定这场混乱就是他们2人精心策划的。但这也抵不过2姐夫炸裂的演技，贼喊捉贼，执意要带兵去救回自己的3姨妹。与此同时，三小姐被蒙面人扛着疯狂逃跑，三小姐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不停地喊着救命。此时恰巧路过此地的薛平贵听到了呼救声，当即就闻声追了上去。而这个蒙面人竟是一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只见他将三小姐一掌震晕，然后伸出咸猪手摸着三小姐的身体。淫贼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！说罢，薛平贵与蒙面人便大战了起来。此时的打斗声也将三小姐惊醒，吓得她连忙后退，但却不小心掉进了河里。薛平贵见状，3下5除2的便将蒙面人打败，随后急忙跳入水中，将已经呛水的女子救上岸来。紧接着，薛平贵将获救的女子抱到附近的山洞中，随后为落水女子生火取暖。